欢迎来到圣经篇章频道。你是否想过，圣经记载了许多惊人的神迹，这是历史的记录，还是流传千年的传说？如果那些事情真的发生过，那么总该留下些痕迹。今天，我们一起走进历史现场，去寻找10个惊人的考古发现。至于这些发现能否证明圣经所说的为真，就由你亲自来判断。当时世人败坏，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，神决定以洪水毁灭全地，只拯救了挪亚一家和方舟中的活物。创世纪记载，洪水退去后，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。今日普遍认为这是指位于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。在亚拉腊山南侧的杜鲁本纳地区，也确实发现了一处长约150公尺、外观呈船形的地形结构，其长宽比例与创世纪中记载的方舟尺寸惊人的吻合。虽仍有争议，但足以引发对挪亚方舟历史真实性的深层探索。圣经记载，索多玛与蛾摩拉因罪恶深重，耶和华从天降下硫磺与火，将2座城、整片平原、地上的所有活物全都毁灭。近年来，考古学家在约旦塔哈曼地区发现一座古城遗址，与圣经中对索多玛的描述高度吻合。遗址中发现厚厚的灰烬层，被认为是硫磺与石灰石在高温燃烧后的残留物。现场还出土含硫量高达96%至98%的可燃硫磺石，这与天然地热硫磺成分明显不同，表明曾发生极端高温爆炸痕迹。这些证据虽不足以完全证实该地就是索多玛，但从地点、时间与毁灭方式来看，与创世纪的记载极为相似。此外，在死海南端发现一根高大直立、形似人形的岩柱，因其特殊外貌被人称为罗德的妻子。虽无法证明其真实性，却成为象征性地标。圣经记载，摩西曾在西奈山见到神显现于燃烧的荆棘中，并在山上领受律法。多年来，这座圣山被认为位于埃及西奈半岛，但加拉太书却明言，这西奈山是在阿拉伯。结合出埃及记中摩西逃往米甸地的记载，而米甸普遍被认为位于今日沙乌地阿拉伯西北部。越来越多研究者认为，真正的西奈山可能并不在西奈半岛，而是在阿拉伯。其中，沙特西北的罗斯山被视为最具可能的候选地。这座山顶岩石呈焦黑状，疑似经历极高温灼烧，令人联想到圣经中耶和华降临在山上，如烈火焚烧的描写。在山脚下还发现了疑似古代石墙与坛台遗迹，并有刻有牛像图案的岩石，被认为可能与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事件相关。而在邻近的贾巴勒、马加地区，有探险者发现一块高达数十英尺、从中间自然裂开的巨大磐石，其裂缝笔直延伸至底部，且下方地面有明显被水流冲刷的痕迹，这绝对不是自然形成的。这与出埃及记中摩西击打磐石涌出活水的神迹惊人相符。令人不解，沙特政府仍限制外界深入考古，为什么？是在保护遗址，还是在隐藏某些真相？圣经记载，摩西死在尼波山，神亲自将他埋葬，至今无人知道他的坟墓。而今天的尼波山正位于约旦境内，海拔约800公尺。山顶建有一座教堂与瞭望台，面向耶路撒冷方向设有象征摩西铜蛇的雕像。天气晴朗时，可清楚望见死海、耶利哥，甚至远处的耶路撒冷山脉，正应验圣经中摩西看见之地的描述。此外，
山上也出土了多处拜占庭时期的教堂遗迹与精致马赛克地板，显示自古以来，这里便被视为摩西最后脚踪之地，是一处兼具历史深度与属灵意义的圣经重地。耶利哥战役是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第一场战役。根据约书亚记，他们绕城7日，吹响号角，城墙随即在巨响中倒塌。这段记载长期引发关注，也吸引了考古学家的深入研究。古耶利哥遗址位于今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谷西北部，称为苏丹坑。20世纪初，英国考古学家凯瑟琳·肯扬在此展开发掘，发现一道厚实的石基墙与其上层的泥砖结构，显示该城曾有坚固的防御系统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倒塌的泥砖堆积在城墙外侧，形成一个自然斜坡。有学者认为，这正对应了约书亚记中百姓直上攻城的描述，攻城者得以直接踏上瓦砾斜坡，冲入城中。此外，在数间房屋遗迹中发现了装满谷物的储粮罐，这些谷物未被掠夺，也未燃烧，表明耶利哥是在极短时间内被毁灭，并非经历长期围困，与圣经中攻破后全城焚毁的叙述不谋而合。西西家王在圣经中多次记载他的事迹，是由大国历史上一位敬畏神、充满智慧的君王。当亚述王西拿基立围攻耶路撒冷时，西西家采取了多项预备措施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修建一条穿越岩石的地下水道。这条水道全长约533米，将城外的基训泉引入城内的希罗亚池，由2队工匠从2端同时开凿，最终在岩石中精准汇合，确保耶路撒冷在围困期间不断水。1880年，考古学家在其中发现了希罗亚碑文，上面用古希伯来文记录了水道完工的过程，与历代志下第32章的记载高度一致。此外，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一枚刻有犹大王西西家名字的官方印章，进一步证实了它的历史真实性。大卫王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著名的君王之一，在圣经中多处记载了他的生平与作为。然而长期以来，一些学者质疑大卫是否真实存在，认为他可能只是后人笔下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。直到1993年，在以色列北部的但城遗址，考古学家发现一块石碑，上面刻有伯大卫之家的字样，这是首次在圣经以外的考古材料中明确提到大卫王，为其历史真实性提供了有力证据。同时，在耶路撒冷旧城南坡圣经中的锡安山地区，考古学家发掘出一处被称为大卫城的古代遗址，其中包括巨大的阶梯式石平台与大型石构建筑，被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大卫王宫殿的遗迹。此外，该地还出土大量公元前10世纪的陶器、印章与行政建筑遗迹，与撒母耳记中关于大卫定居锡安、修筑大卫城的记载高度吻合。毕士大池位于耶路撒冷圣殿区附近，是约翰福音第5章中耶稣医治病人之地。曾有学者认为这只是神话性的描述，因为古代地图中找不到相关记载。经文中提到的5个廊子设计也一度被认为不合常理。直到19世纪，考古学家在圣殿山东北侧发现了一处双池结构遗址，中间隔墙与四周柱廊构成了5个廊子，与约翰福音的记载完全吻合，令人惊叹。毕士大池建于公元前2世纪，最初用于蓄水与宗教仪式，历经罗马与拜占庭时期的多次重建，考古过程中出土了水道、台阶与宗教符号，显示这里曾是病人聚集等候医治的地方，也与新约中描述的信仰背景高度一致。
比拉多是罗马帝国任命的犹太巡抚，在新约中，他是判处耶稣钉十字架的关键人物。过去有很多人认为比拉多可能只是基督教虚构的角色，直到1961年，考古学家在凯撒利亚剧场发现一块石碑，碑文清楚刻着本丢比拉多犹太总督。这块比拉多石碑是目前唯一提及比拉多的考古铭文，为新约中的历史人物提供了有力佐证。死海古卷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圣经考古发现之一。1947年，一名牧羊童子在库姆兰村地区的洞穴中偶然发现了这批古卷。这些手抄文献中包括除以斯帖记外几乎完整的旧约抄本，最早可追溯至主前2世纪，与今天的旧约圣经内容高度一致，几乎无实质性差异。除了经文之外，古卷中还包含大量关于末世、弥赛亚与义人的文献，展现了当时犹太社群的信仰期待与神学背景。死海古卷不仅是考古学上的奇迹，更是神的话语被奇妙保守、真实可信的见证。我们刚才看到的不是一段虚构的内容，而是刻在历史尘土中的痕迹。或许我们无法亲眼见证当年发生的一切，但我们可以选择用怎样的眼光去看待这段历史。朋友们，你怎么看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，让我们彼此激励，一起讨论，一同踏上追寻真相的旅程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圣经篇章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。